在赵洛带回一群青春洋溢的男同学之前，我还在跟他生气。直至打开门，我看到7、8个高挑俊朗的少年站在我家门口，齐刷刷地喊了一声：“姐姐好！”生气？生什么气？和谁生气？赵洛从门边侧身挤进来，把我拉到一旁，小声说道：“姐，我真的错了，这几位都是我身边最帅的朋友了，求求你别再跟我生气了。”我轻咳一声，满脸都是抑制不住的喜悦，却还是故作姿态道：“哼，算你还懂点事，去招呼你朋友们进来吧。”赵洛转头把他的朋友一个个叫进来。麻烦姐姐辛苦啦，打扰了姐姐。一群帅大小伙子轮着跟我打招呼，我何德何能？某一瞬间，我以为这是我的见面会。我一边咧着嘴目送着他们到客厅坐下，一边绞尽脑汁想他们这些大高个都是吃啥长大的，把头再扭向门外，还有一个少年杵在门口迟迟没有动。同学，不进来坐坐吗？少年抬了抬眼，目光冷清地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向别处。我抛出去的花被砸在了地上。很好，你小子是懂尴尬的。赵洛听到动静跑了过来，出门把少年半拉半拽地拖了进来。江琪，高考都结束了，过来玩玩怎么了？之前不都说好了，在你爸妈回来之前，你来我家睡吗？赵洛带着他的朋友们在客厅地毯上玩着桌游，我从厨房洗了水果端出去。姐姐别忙活了，跟我们一起玩吧。对啊，过来一块玩吧，这谁顶得住？我反正顶不住，放下果盘，过去和他们一起席地而坐。几轮下来，我瞥见一边的江琪还是坐在沙发上，没有要参与的意向。过来玩玩呀，小朋友，坐着干嘛？我伸手招呼他。在一阵沉默后，全场爆发了一阵哄笑声。他又是抬眼看向我，脸忽地黑了下来。沙发上的双肩包都没拿，他转身甩门离开。我当下脑子里想到的是高3毕业生从同学家中愤然离开，至今下落不明的新闻。顾不得还在持续的哄堂大笑，我拿过一旁的门禁卡，跟着追了出去。在小区转了一圈，我愣是人影也没瞧见一个。正想报警，我总算注意到小区门口，江琪正从外卖小哥手里接过2提奶茶。他回头看到我，明显愣住了。我小跑着迎了上去，我来帮忙。我试图从他手上帮忙拿过几杯，他手往旁边灵活一闪。不用，你跑出来干嘛？我以为你生气了跑了。他轻笑一声，在担心我？当然担心啦。你们高中生心思敏感得很，就怕你想不开出什么事，我可就麻烦了。他的脸又沉下来，闷不作声地加快步伐，继续往前走。你慢点，我腿短跟不上了。我小跑着上去，拽住江琪的衬衫下摆。1.8米几的个子，长腿一迈是我的2、3步。他头也不回，有些嘲讽的意味，说：“小朋友都跟不上，看吧，他果然是生气了。”哎呀，同学，行了吧？年纪不大，脾气不小。话没说完，我直直撞上了一堵人墙。他在前面停住，转过身，低头在我耳边笑道：“大不大，小不小的，你又知道了。”我老脸一热，血液疼得冲上来。上次和男生贴那么近说话，还是上一次。我不由分说地夺过他一边手里的袋子。我还是帮你拿点吧，免得上去大家说我欺负弟弟。抢夺过来的袋子确实出乎意料的轻飘飘，显然不是奶茶的重量。我打开手里的纸袋，看到里面露出的男士内裤4个大字，眼睛都瞪圆了。还你！我把纸袋塞回江琪的怀里，再次抢夺他另一边手里明显是奶茶的袋子。他又一次闪身躲过，话里多了几分藏不住的揶揄。都说了不用你帮忙，我最近借宿你家，赵洛有跟你说过了吧？想想刚进门的时候，好像是有那么回事。想起来了，那你自己拿吧。说完，我也迈开步子，疾步往家走，留下江琪不紧不慢跟在身后。送大家离开时，赵洛坚持要下楼把大家送上出租车，留下我跟江琪大眼瞪小眼。我弟的卧室在这边，你要是不习惯2个人，楼上我房间旁边还有一个客卧，这里是阳台，这边是浴室。我一边给他介绍，一边带着他熟悉我们家的布局。不习惯，冷不丁他出声说道：“2个人我不习惯，我要睡你旁边这的房间。”他笑着盯着我，我被他盯得有些晕头转向，扭头说：“行，我带你上去看看。”一扭头又是撞到他的身上，这一次是正面痛击，脑袋砸上了他硬邦邦的胸膛。我伸手想推开，又触上了他的腹肌。满意，我心里暗喜，这手感还不赖。摸够了吗？头顶传来江琪冷冷的询问。我忙弹开保持距离，轻咳一声：“咳，那什么，你好歹也要叫我一声姐姐吧。”叫我声姐姐，我带你上去。他咬牙不作声，我自讨了个没趣，头也不回往楼上跑，也不管他跟没跟上。好在客卧平日里打扫的还算勤，给他弄好床单被罩，也算收拾出来了。趁着他开始洗漱，我迫不及待回房间打电话，跟我的闺蜜分享今日喜讯。可以啊，赵月，那么多弟弟一个没看上？倒是看上了一个，今晚还留宿我们家，不过这年龄差我怕是真不行。平时说要帅弟弟也只是口嗨，真送到眼前，顾虑还是多。什么年代了都，赵月你行不行？不行给我来上。
上啥上啊？人一高中生，才高考完，等到8月份人家喜提录取通知书，我喜提社畜身份了，男高。男高好啊。月月，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最硬的，除了钻石，还有男高的。打住打住打住！莫小茹，你不要满脑子都是黄色废料好吧？再说了，赵月，你不会还惦记着宋阳那王八蛋吧？再听到宋阳的名字，我的心还是会被揪到。胡扯，一个渣男罢了，有什么值得我惦记的？那还不直接猛猛冲拿下那弟弟？再说吧，那小子可难拿捏了，挂了！我一想到江琪，脸又不可思议地红了起来，满脑子都是他结实的胸膛和那富有弹性的手感，以至于房间门被敲响时还被吓了一跳。吹风机在哪？房门打开，刚冲完澡的江琪换上睡衣，顶着一头湿漉漉的短发倚在我房间的门框边上。那么快？我给你找。我转身回房间，拿出电吹风递给他。临走时，他回过头，噙着笑说道：“也可以不那么快的，早点睡。”赵月，我的名字被他特意重读，脑子轰然炸开。他听到我刚才的电话了，还开的免提。我开玩笑的，你听我狡辩。江琪全然没有在乎我无谓的挣扎，走进旁边的房间，砰一声把我无力的解释关在门外。半夜被尿憋醒，我迷迷糊糊走出房间，跑了趟厕所后，凭借尚存不多的意志和直觉，我迷糊着回到房间，再次躺下，好像感觉这床变小了，床上好像还多了个什么玩具熊。宋阳送的玩具熊，我不是已经丢了吗？自己长腿跑回来了。困意终究还是战胜了迷惑，我翻身抱紧床上凭空多出来的东西，沉沉睡去。结实有弹性，还能自发热，感觉不错。想着想着，我抱得更紧了。第二天醒来时，我被近在眼前的帅脸吓了一大跳。我忍不住惊呼着坐起，却又被腰间的手紧紧箍了回去。昨晚抱够了吗，姐姐？耳边传来江琪慵懒的调侃，呼出的热气直直扑在我的脸上，脸又一次不争气地热了。炸了哇！昨天还心心念念的男高，此时此刻就躺在我身边。我昨晚走错了。他挑眉，手上的劲松了松，所以不打算负责吗？我咽了咽口水，脑子发昏，说道：“什么都没发生吧？你要我负责什么？”话刚说出口，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大渣女。江琪听罢，双手一收，翻身覆过来，贴着我的耳边哑声说道：“确实什么都没发生，就是有人半夜跟八爪鱼一样缠着我，甩都甩不开，还非要说什么熊熊贴贴。我睡相那么差劲吗？我真的一点印象没有。这样，你微信加我一下，给你包个红包。”话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赵月呀，赵月，小说看多了是吧？把人家当什么了？我扫你。江琪说着，转身就拿过了床头的手机。添加好友后，我的微信 ID 从 AKA 沃斯尼蝶改成了半颗白菜，发给江琪的红包，在第二天也因为超时没领取被退了回来。江琪在我家的日子里，除了第一天晚上的乌龙，我们也没有过多的交集。除去偶尔3个人一起坐在餐厅吃饭，他大多数时间都在赵洛房间里一起打电动。直到赵洛被老妈的一通电话叫回老家，他还不忘交代我照顾好江琪，还是对他姐我的生活自理能力过于自信了。晚上吃什么外卖？我给江琪弹了个微信。没别的选择。有什么？美团还是饿了吗？江琪没再回我。不久后，我听到隔壁房门打开的声音，他下楼进了厨房。20分钟后，他给我发消息下来。我屁颠屁颠地跑下楼，餐桌上已经摆上了2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牛啊牛啊！我不禁赞叹道，有着好手艺，不早拿出来。也是没想到能连吃5天外卖。行，我闭嘴了。晚饭吃完，躺在床上就看到莫小茹的消息：月月，晚上110酒吧冲不冲？改天约吧，有点累了。今天我约了我们学校大2的体育生。冲！我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简单化了个稍精致的妆，再翻箱倒柜找出许久没穿的裙子，美美出门。打开房门，迎面碰上江琪上楼，对上了他疑惑的眼神。我出去一下，得到了一句不冷不热的回应。等到出了门，我才反应过来，不是，这是我家，我跟他报备个什么劲？赶到酒吧时，小茹已经跟卡座里的3个体育生喝得昏天黑地了。看到我了，他招手让我过去，一一给我介绍，完事在我耳边压低声音说道：“月月，这几个还不错吧？跟你那个男高比怎么样？”学姐一起喝点，坐在我身边的学弟率先给我倒了杯酒，递给我。好，我一边笑眯眯的接过，一饮而尽，一边侧头低声回应他：“那还得是男高嫩点。甭管男高还是体育生，抓紧走出宋阳的阴影才是正事。”时隔1年，提起宋阳，我心里还是一阵阵痛。几杯酒下肚，往事又止不住涌上来。大2时，我费尽心思追了宋阳学长1个学期，他却在大4实习回来后突然跟我说分手。对不起，月月，我真的需要那个转正的机会，所以可以一声不吭地抛弃我，跟你们主管在一起是吧？对不起，如果不和他在一起，我真的一点机会没有了。而且跟你谈了1年多了，你也没有跟我出去过，够了，我一点都不想听了。我们也别再联系了，初恋就是这样戛然而止。
不好意思，有点恶心，我先去一下洗手间。跟学弟和小卢打了招呼后，我站起身往厕所奔去。不知道是想起往事恶心，还是酒量不佳，几杯酒下肚，我就已经在厕所吐得昏天黑地。月月，没事吧？去厕所时间太长，小卢终是担心我，给我发了消息询问。没事，把酒满上，我补个妆回来再站。等小卢和学弟们搀着我走出酒吧，我嘴里还在嚷嚷着：宋阳，你这个臭混蛋！引来无数路人侧目。小卢松开我，掏出手机，一边跟刚刚坐在我身边的学弟说：学弟，不好意思，我把他家地址发给你，麻烦你送他回家吧，他喝大了。好，没问题，学弟爽快应下。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嘴硬道：我没醉。真的，不信我给你们走个猫步。说着甩开学弟的手，在马路牙子上开始踉踉跄跄地走直线。走了几米，一头撞上一个结实的胸膛，9度被撞醒了一半。对不起，您江琪。道歉之后再抬头，发现眼前映入一张这几天无比熟悉的脸。江琪静静看着我，俊眉轻挑。你们认识啊？啊，是我弟弟。小卢看我撞了人，从后面追上来想要帮忙，看到我们似乎认识，他也长松了口气。那就好，他转头叮嘱江琪，那麻烦你把你姐姐安全带回家了。说罢，他扭头和学弟离开，离开前还嘟囔一句：赵洛这小子长大不会喊人了。变化还挺大的。目送着几个人离开，我转身问江琪：你怎么来了？江琪不说话，掏出手机，打开我们的聊天界面，在我眼前晃了晃。我眯着眼凑上前，握停他的手，定睛一看，好家伙，1个多小时前给他发了个定位，然后是一连串几秒的语音，还有一串胡乱打出的字符，大概是手机拿手里没熄屏，手指乱触发了出去。啊，我误触了，不好意思。他伸手扶住有些站不稳的我，淡淡的说：我知道，他知道。那他还来白跑一趟？那你在家里无聊，出来散步，看到了你发的消息，我正好在附近，就顺路过来了，只是顺路啊，很失望。没啊，没料到他会直接这样问，我当然不能说自己确实是失望了一丢丢。不问问我等了多久？他低头凑近我的耳边低声道：等了多久？江琪伸手拿过我的包，1个小时，合着刚刚我从酒吧被人搀扶着出来，在外边撒酒疯的样子，全被他看到了。那麻烦你了，我平时不会喝成这样的，我是在解释吗？走回去还是打车？他淡淡问道。走回去吧，我在醒酒，我生怕再在车上吐人一车。江琪脱下身上的外套，围在了我的腰间，正好遮挡到我的小腿。背你？不用，我还能走。他嗤笑，走什么？走猫步，托他的福。刚刚丢脸的一幕再度回到我的脑子里，顾不得他的调侃，我摇晃着朝回家的路走去。江琪从身后追上，把我扶住，陪我一起慢慢往家里走。宋阳是你前男友？小孩子别问那么多，不问就不问，你也别想占我便宜，我可不是你弟，差一天也是弟弟。江琪，干嘛？你衣服都换了，洗过澡才出来的，根本不是顺路对吧？啰嗦。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倒在床上想起了还没洗漱，我挣扎着起身，碰上江琪端了壶热水送进来。又干嘛去？洗澡。喝醉了不能洗，差这一晚上，强迫症，不洗睡不着。那你把浴室门打开一条缝，透气，怕你晕在厕所。洗完在浴室里看着镜子，脸肉眼可见的更红了。本来我喝酒就上脸，往脸上又浇了2捧冷水降温，我才走出来，路过江琪的房间，看到他的房门紧闭，大概已经睡下了。回到房间，听到微信提醒，晚上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我手机开声音了，鬼使神差，我回了句需要男人。1分钟后，我的房门被敲响。他也在门框边，笑着朝我晃了晃手里我俩的聊天记录。我开玩笑的，话没说完，我就被他拉了过去，径直跌入一个温暖又干燥的怀抱，耳边是他强劲有力的心跳声。家里现在就我一个男人，不然姐姐委屈一下。头顶传来他裹挟着笑意的声音，随着他说话，他的胸膛一阵接一阵的颤动。我算是彻底失了智，竟试着慢慢伸手想要环住他的腰。脑子里一个声音在说：赵月，别犯傻，这可是刚高考完的祖国花朵。另一个声音则叫嚣着：赵月，你猛猛冲，年下什么的最香了。迷茫间，江琪拉着我的手，引导着我搂上了他的腰。姐姐想抱就抱啊，我愿意的。等一下，脑子里残存的理智还是让我想要推开。我双手撑在他的胸膛，还没用力就被他抱着转了一圈。房间门被他伸腿踢上，他直接把我抵在房门上，哑声问道：为什么拒绝我？姐姐，是我还不够野吗？听完这话，我直呼救命。小时候我逼着赵洛写保证书，还让他举着拍照，最后打印出来贴在他房间书桌上，提醒他的照片，显然是被江琪看到了。愣神的功夫，江琪已经低头凑到我眼前，眼神灼灼地盯着我。我有意扭头避开他的眼神，他抬手把我的脑袋扳正，迎上我的视线，呼出的炙热气息有意无意地扫过我的脸。可以亲吗？姐姐，他的眼神带了些哀求，声音隐约能听出有一些颤抖，像一只湿漉漉的小狼崽。终究是酒精战胜了理智。我扬起脖子，
朝着他微张的唇送了上去。少年肆意表露的心意得到了回应，唇瓣相触间，他的手臂明显收紧，似乎要把我揉进他的身体里。气息交换间，我忍不住感叹：年轻真好啊！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整个脑壳都在疼。回想起昨晚跟江琪亲得水深火热，只记得最后酒精席卷着困意一并向我袭来，还亲着我就直接睡过去了。这下姐姐可以负责了吗？也就打了个啵，负责什么？赵月你真行，我当然行。嘴上说着不负责，却还是屈服于男色，转头就钻进了江琪的怀里。我不行谁行？少年结实的臂膀紧紧揽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喜欢我，喜欢我第一次见面还不接我的话，还挺记仇。江琪轻笑，缓了会儿，他才开口：那时候还不是以为你喜欢成熟的？你有没有想过，成熟不代表是哑巴？江琪高考分数出来的时候，他的爸妈也终于从国外回来了。送他到楼下的时候，江琪的妈妈塞给了我一个颇有厚度的红包。这些天真的麻烦你了，这小子没给你添乱吧？阿姨，不麻烦的。江琪他很听话，我把红包推回去，推脱着，我还心虚地舔了舔肿起的嘴唇。自那天后，江琪像是初尝甜头的小孩，每天一有时间就忍不住抱着我又亲又啃。还好肿得不算明显，不然多少能被阿姨看出来点端倪。月月呀，别跟阿姨客气，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快收下。哈，我怔怔地扭过头看向江琪，和他四目相对后，他站在一旁笑得嘴都歪了。果然，这小子早就迫不及待地和家里通风报信了。跟江琪在一起的感觉很是微妙，完全不像是在和一个弟弟谈恋爱，跟他比起来，我反而是那个被照顾最多的角色。这是我在上一段极其失败的感情中所感受不到的。江琪，你好的有点过分了。我牵着他的手走在江边，看着江风把他的衬衫吹得鼓起。还不是因为你值得。他反手包裹住我的手，握得更紧。7月初接到阿姨的电话，我才知道江琪的第一志愿填的是本市的大学，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上隔壁 A 市更好的大学。月月呀，阿姨拜托你劝劝他吧，这孩子这2天愣是谁的话都没听进去。电话那头，阿姨的声音满是无奈。你们能在一起，阿姨当然也很开心，但是这孩子这次真的太任性了，刚又跟我们吵了一架跑出去了。放心吧，阿姨，我会好好劝他的。我是在我家附近公园的长椅上找到江琪的，微信问了他在哪，他只给我甩了个定位，什么话都没说。他颓颓地瘫坐在长椅上，黑色连帽卫衣把半张脸都遮挡着，看不出他的表情。你可别为了我留在这儿。我走到他身边，开门见山戳穿他的目的。才没有，我想学的专业确实就是这所学校最好。对于自己恋爱脑的行为，他撇撇嘴，把头扭到一边，矢口否认。是吗？那我可是要去 A 市区找工作的，那我改。果然，我叹了口气，坐到他身边，看着他躲闪的目光。江琪，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可是我就想和姐姐在一块儿。我第一次在他眼睛里看到了泪光，说出的话也带了几分委屈。我又不会跑，大学那么多假期，还怕见不着吗？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哄着他。再说了，等我找到工作稳定了，我肯定过去看你。他听我说完，终于恢复了些状态，抬手把我还放在他脑袋上的手拉下来包住，无奈叹气。你明知道我是最听你的话的。他终于还是在志愿填报截止前改了。9月大学开学，我也终于找到了满意的工作。见不到的日子里，我们每晚都视频。姐姐工作还顺利吗？姐姐，我今天打球崴脚了，你要是在就好了。姐姐，等国庆放假我就要回去。姐姐，我好想你呀！异地恋成功让这只小狼狗变成了小奶狗。国庆前一天，我们小组跟的项目终于完结，公司特地给我们提前放了半天假。没有告知江琪，我兴冲冲地赶了最近的一趟高铁去了 A 市。打车到他学校时已经是下午，远远就看到校门口那个熟悉的身影。如果没有看到和他并肩打闹的女生，如果没看到他揽过那女生的肩膀，我想我会忍不住冲过去给他一个熊抱。在干嘛呢？准备去吃饭了。姐姐吃了吗？和谁呢？朋友。怎么了？没。退出微信，我扭头坐回出租车，让司机送我回车站。司机大叔看我眼圈红着，大概也猜出来了，一边掉头一边叨叨着：哎呦，现在的小年轻真是的，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师傅别说了。挂断江琪的第21个电话后，他终于没有再打过来。回到家后，刚躺在床上，小茹的电话就打过来：月月，班长在群里说留在本市工作的同学晚上聚一聚，你怎么不回啊？没看微信呢。怎么样？要不要去啊？不太想出门，我脑子里还是刚才校门看到的一幕，兴致缺缺。怎么？忙着跟弟弟谈恋爱，一提到他，我的脑子更乱了。等我，总得有别的事情转移我的注意力。赶到包厢时，同学大多已经到齐了，班长正在招呼着大家坐下，包厢门再度被推开。抱歉，我来晚了，声音过于熟悉。我抬头，迎上了宋阳直勾勾的目光。卧槽，这厮还有脸来！比我还激动的是小茹，她在我身边咬牙切齿。月月，我不知道班长还叫了他，不然打死我都不会叫你过来的。
你要是不想留下来，我陪你一块走。他小声问着我的意见。没事，我拍了拍他的手，我早就没在乎了。作为我们直系师歌间班助，班长邀请他来也再正常不过。社畜当了2年，宋阳还是一点没变。光凭借这张有点姿色的脸皮，总能骗到不少小姑娘，当然包括当年无知的我。席间，他总时不时用复杂的目光盯着我，我极力避开。酒过3巡，大家开始胡言乱语，有人拿我和宋阳调侃：“学长，你说你跟赵月当年多天造地设的一对啊，怎么就记了呢？”就是，太可惜了，我们还以为你俩能走到最后呢。宋阳笑着望向我，表情里看不出喜怒，淡淡道：“是我不懂珍惜。”周遭开始起哄，太可惜了。我有些失笑。对于不知情的旁观者来说，我跟宋阳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属，只有我才知道他有多虚情假意。哪怕当着我的面，他也要在众人面前卖弄他的深情人设。我强忍恶心，抓起身后的包，起身离开。不好意思，我头有点疼，先失陪了。推开门走出去，我听见身后包厢里紧接着传来椅子摩擦地面的声音。我送你。宋阳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加快脚步，没搭理他。他的步伐加快，赶在我挥手叫车前，拉住我的手。对不起，月月。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关于你的事我都忘了。我忘不了，月月，我当时真的糊涂了，忘不了就写进你族谱里。月月，他声音哽咽了起来，在我看来，多少是有点演的成分。学长怎么会糊涂呢？利弊权衡的再清楚不过了，还有谁能比你精明？我没再听他逼逼，我挣脱他的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刚在后座坐下，他转头坐上了副驾。宋阳，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喝酒了，蹭个出租车先送完你再回去，不过分吧？我转过头朝向窗外闭目养神，没再搭理他。车子停在小区门口，宋阳后脚跟着我一起下了车。你到底想怎样？我咬牙切齿，再一次甩开他的手。再给彼此一次机会，不可以吗？宋阳，请你搞清楚，是你对不起我在先，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宋阳不死心，再一次扑上来，试图拉住我。月月，我真的知道错了，人都有犯错的时候。话没说完，一道黑影掠过，我还没反应过来，宋阳就挨了一记结结实实的拳头。别碰他，是江琪。他一手把我护在身后，紧紧盯着宋阳，1.8米几的大高个，影子完全把我笼罩住。你弟弟？宋阳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把江琪从头到尾打量了一遍。老子是她男朋友。江琪拳头在握紧，随时准备着再给宋阳补上一拳。宋阳挑衅地笑了笑。男朋友？他看向我，笑得有些玩味。月月，你看上了他什么？年轻，还是体力好？你他妈！江琪想要再冲上去，我伸手拉住他，走到他身边，坦然笑道：就是图他帅，图他年轻，图他体力好，图他一夜7次，还图他不会劈腿。你满意了？我话说着都心虚，什么不会劈腿？校门口的那一幕我还记得。然而在当下就应该直击他的弱点，对回去才是最重要的。宋阳听完我说的话，气结。月月，我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宋阳终于愤然离去。一夜7次，我怎么不知道？江琪弯腰捡起刚刚打架时丢在一旁的斜挎包，重新背上，眉眼带笑着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这才注意到他的手臂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大大小小的包，看起来在小区门外等了很久。他拉过我的手，往小区里走。有人不回我微信，也不接我电话，怕他在偷偷生闷气，就回来了。我看你在校门口跟别的女生勾肩搭背的时候，可不那么想，一开口就是老粗刚子。我抽抽鼻子，忍着不让自己的话带哭腔。什么女生？2分钟后，我看着他手机里的宿舍合照上和校门口那位女生同款发型的长发男生，噤了声。来找我也不跟我说。江琪像个大爷一样坐在我家沙发上，好整以暇地看着我。我心虚地别过头，明明误会一场，听到他的话，偏偏还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他把我拽到他的腿上抱住，手探过来扳正我的脑袋，强迫着我看着他。还生气，他的拇指擦过我的脸颊，拭去泪水，叹了口气，一声不吭不理我。回来了也没看到你家亮灯，还以为姐姐不要我了。怎么说，该生气的是我才对吧？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隐约看到他的眼眶有些泛红，黑漆漆的眸里有一闪而过的泪光，像一条耷拉着尾巴委屈巴巴的大狗狗。对不起吗？我抱住他，他闷哼一声，顺势把脑袋埋在我的颈窝，气息一下下，A1挠着我的脖梗，有一点痒。姐姐能不能答应我？良久，他终于抬头，捧着我的脸，在我唇上轻轻落下一吻，点到为止，有些冰凉。以后生气之前先告诉我原因，贴着我的唇。他低声说，再生气也要理我，别不接我电话。又是轻轻一吻。遇到麻烦，第一个要找我。第3个吻落下，他手臂收紧，把我紧紧圈住，像是生怕我离开。我环住他的脖子，回应道：好，都答应你。还有什么？一夜7次要试试吗？第2天，我扶着腰从床上起身，看着枕边笑得一脸艳足的江琪，不得不再次感叹：年轻真好啊，体力确实不错。
洗漱后听到楼下有开门的动静，我忙不迭地跑下楼，看到赵洛拖着行李箱进门，我才想起来头天他给我发微信说今天放假回我这边。姐，我回来了。没有偷偷想我吧？赵洛直接过来给了我个结实的熊抱，然后转头看到了正下楼的江琪。江琪，赵洛一脸震惊地看了他一眼，又转头看向我。江琪过来，自然而然地把手搭在我肩上，不怀好意地冲赵洛挑挑眉。赵洛秒懂，捂脸哀嚎：我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小舅子。乖，叫姐夫，要不是赵洛还约了同学急着再出门，这俩估计能掐一上午。你俩真的是有点幼稚在身上的。吐槽着，我顺势往旁边沙发一瘫。江琪紧随我后，把沙发上的我一把捞起，揽我入怀，抬手掐了掐我的脸。幼不幼稚的，你昨晚不都知道啦？他的气息一下下打在我的脸颊，可我按捺着心中的悸动，逗他没大没小的叫姐姐。他好笑的一把搂紧我，应允着：姐姐，昨晚你的怀抱好软，还想要抱。姐姐，昨晚我听到你说爱我了。姐姐，我能再听你说一遍吗？如同一只摇着尾巴的大狗狗，江琪抚摸着我的脸，絮絮叨叨着。我不说话，以一记吻作为对他的回答。江琪小愣了一下，转而低下头来，在我耳边轻声呢喃：姐姐，不用你对我负责了，这次我对你负责。晚安。